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米六。你花了好多钱买一只智慧型手表，结果却只拿它来看时间、看讯息，用一些基本内建的功能吗？想下载一些新的运动 App 在手表上，却不知道用哪个好。有的 App 看介绍超强大，结果你一打开，要你先付费才能使用，生怕自己变成冤大头。那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3个健身必备的免费智慧型手表 App， 不用多花钱就把手表的功能发挥到极致，也能更有效的达成运动目标。如果你还没有购入智慧型手表，可以点这边看我之前拍的 Apple Watch S9 使用心得。好，那我第一个要来重磅推荐的神奇健身 App 就是 Train。它跟 Apple Watch 内建的健身 App 一样，都是记录的功能。但是我是觉得内建的 App 比较适合拿来记录像是跑步滑雪、登山，或者是在家看我的影片做居家运动。然后来记录心跳距离血氧这些身体数据。如果用内建的 App 来记录重量训练的话，就比较弱一点。它的画面会是长这个样子。就没有办法帮你记录你的训练重量进步了多少，你的次数组数有没有增加，然后你的臀推 1RM 有没有破200，或者是也没有办法帮你检查你的训练动作正不正确。我以前在健身房当教练的时候我会先准备一份学生的运动菜单，例如先卧推10下4组，再硬举10下4组那些的，然后我就准备一个文件夹，记录下学生这次重量做多重，做几次，组数那些阿里阿杂的东西，方便我了解学生的进步状况，然后再加上我会观察他训练时候的面部表情，来决定下一次要不要多加一点、多 push 一点之类的。那这个重磅推荐的 Train 呢，让我觉得现在各大健身房应该每个学员都发一只智慧型手表，因为这个 AI 它记录的功能实在太智能、太方便了。这个 App 它竟然会自动侦测你刚刚做的训练动作，你做了几下。更神奇的是，它还可以帮你算出你刚刚做的重量是用多重。使用到最后，你跟这个 App 的 AI 开始有默契了。你只需要在手表上按开始运动，其他什么都不用设定，你就开始你的训练。然后每完成一个动作，它都会跟你确认，你刚刚是不是做臀推是不是做了10下？用的重量是不是80公斤全部清清楚楚。当你整个做完，就可以获得一份完整的运动记录。记录里各个动作点开都还可以观看动作示范的影片。更贴心的，它还帮你分析计算好你这个动作的 1RM 数据，而且还用人体肌肉图来标示给你看这个动作主要练到哪几块，次要练到哪几块肌肉哦。简直就像找了一个电子健身小书童的概念是不是聪明的有点恐怖？我第一次试用的时候研究超久，到底一只小小的手表是怎么算出我举多重的？研究不出来，我还怀疑它是不是偷偷连接到我的手机，然后用镜头派一个真人在那里偷看我举多重，直到我用毛巾盖住手机的镜头再试一次，确认它还是可以算得出来重量，我才安心。不过它还是有缺点的，因为一开始这个健身小书童不了解你的身体状况，出错的几率就比较高，比较不准确，你要给他学习的时间。我第一次测试的时候AI 侦测的准确度大概是70%，可能你做了20下分腿蹲，可是它只记录你做了16下。或者是你明明是拿5公斤的哑铃，他以为你只拿3公斤，那就会需要你做完训练后告诉他正确的数字，用它运动5天之后，每次运动的记录就会准确很多啦。然后你的健身小书童才会越来越聪明，越来越懂你，到最后甚至会把你做标准那几下扣掉，不让你偷懒。那当然就不建议你把手表借给你的亲友使用，那它 AI 计算的数据就会乱掉，降低参考价值哦。然后Train这个小书童虽然超级聪明，但它还有一个缺点。就是它是英国来的小书童，只会英文，但也不是什么超艰涩的英文所以使用起来应该都不会有什么问题啦。下一个推荐的 App 是 Nike Run。刚刚我们推荐的是适合重量训练的 App， 现在轮到跑步了。我推荐它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不需要手机，在手表上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操作跟记录，也就是说可以只带着手表出去跑步。那这时候你可能会想，那苹果内建的 App 健身也可以不带手机出去跑步那 Nike Run 比内建的强在哪嘞？他们都一样会显示一些跑步的基本数值，像是公里数、总时长、平均配速、心率、节奏跟消耗的卡路里。不过 Nike Run 还有提供不同目的、不同跑步时长的中文语音指导
不管你今天是想轻松跑，或者是今天感觉忽然来了，想要挑战自己一下，来跑个半马，都可以找到适合的语音指导。我觉得这些语音指导的好处啊，是让没什么跑步经验，刚开始想跑步的人不会像无头苍蝇一样毫无头绪，可以透过跑步技巧的学习，慢慢跑出兴趣，也才能继续跑出成就感。我觉得它就像是边跑步边听 podcast 的感觉，它不只是语音教练，也提供了一些陪伴感。然后他会很清楚的告诉你现在应该用怎么样的速度跑，而且是用很浅显易懂的方式形容给你听。例如他会说，现在开始用轻松的速度跑，所谓轻松的速度就是你不会感觉到喘，你边跑还可以边聊天这样的速度。我觉得很棒因为如果你一开始就用一些跑者才听得懂的专业术语，我刚刚才燃起想要跑步的火苗就会被浇熄了。不过它毕竟是一个先预录好的语音内容，不会根据你的速度快慢给你意见，所以听了一次之后可能会觉得有点单调乏味，就不会想再一次的播放收听。另外我还有发现一个很贴心的小功能，就是手表排水。跑步一定会流汗，下大雨或下小雨就看个人汗腺发达的程度跟跑步认真的程度，但是跑步完手表或多或少都会被汗水覆盖。那为了避免它流进不该流进去的地方， Nike 很懂得帮我们准备了手表排水功能，帮我们延长手表的寿命，也保护好我们的钱包不乱破洞啊。下一个推荐的 App 是 Seconds。首先我想问大家，你运动的时候如果需要计时，都是用什么工具呢？大家最常用的应该还是 Apple 内建的吧，想要运动1分钟就倒数1分钟这样。但是如果今天我想要做一套高强度间歇的跳绳训练，需要运动50秒休息10秒，再运动50秒休息10秒，这样好几个回合的话，那我就要先选好我要跳几秒，然后赶快按下开始，然后回去跳，然后跳到上气不接下气，结束之后我就要赶快回来再调好要休息几秒，然后马上按下开始，就这样来回的重复动作，真的太累了啦。那 Seconds 就是一个操作起来超级简单方便的计时小工具，可以完全客制你需要的运动秒数、休息秒数跟总共几个回合，100%的符合你的需求。有了 Seconds 这个酷东西之后，我的跳绳时间就轻松多了。我只需要拿着跳绳，然后按下手表上的开始，它就会自动告诉我什么时候该运动，什么时候该休息。提示音还可以选自己喜欢的声音，再也不用运个动搞得自己超狼狈，或者是明明是一个人运动，还得拜托另一个人站在旁边 stand by 帮我按计时器了。好，那今天影片都到这边，如果大家还有其他很棒的健身 App 想推荐的，都欢迎在留言区交流分享一下哦。那频道上还有很多健身相关的影片，都可以从这边点进去看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